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，手相有凤尾纹的人，一生福禄多，至少旺3代。一、手相中出现凤尾纹的人，一生婚恋运气极好，特别代表婚后能够改变命运。所以手相拥有凤尾纹的男女，属相更具备有富贵特征的，进入下半辈子就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。乡书有言，凤尾握在手，清闲又富有。男可娶贤妻，女可嫁贵夫，因此手相上出现有凤尾纹的人，一生福禄更盛。二、以男左女右为原则，如果双手并拢之后，食指和无名指等长，或者说两者差距很小，那这类人首先个性十分独立，有自己的主见，在交际中比较受人尊重，同时有极佳的赚钱头脑。男的能建立自己的事业，女的善理家财，结婚以后的生活都将十分美满。三、幸福小女人的手相，丈夫疼爱，子女聪慧，家财小富，小家庭会十分幸福美满。女士手相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子女宫饱满，代表子女成才，学业有成，事业有成，晚年享福。财福禄3宫饱满，有富贵的根基，天生好命局，主纹路身长清晰有力，能力强，素质高，力做事业。纹路的格局开，后期的发展空间大，事业线明晰向上，后期成就大，力晋升。两类不论那类行业发展，都是可以事业有成的，并且事业财运都非常旺。这是一个旺夫旺子旺家的女人。手相中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线，这就是理财纹。理财纹好的女人具有理财观念与理财能力，在专业金融人员与投资高手身上常见。对于有理财天分的人而言，才是愈理愈多，可以考虑积极的理财方式。理财纹不良的人，却是你愈理财，财愈不理你，还不如放定存妥当，至少免了10本之忧。手上有良好理财纹，面相又具财富相者，富裕可期。拥有了这样手相的女性，在婚前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意义，但是一旦结婚生子，就能显现出来了，就会慢慢走向一条富贵的道路。人纹锁链纹明显重，人纹锁链纹比较重的说明独立性和思想上的成熟度不够，凡事爱犹豫，思想上有依赖性，初期出成就慢。火土之人立西方北方发展，掌心凹聚财说明后期家庭财运，后期也可以求财创业的。火土之人真缘晚，真缘难得，事业线断折为3节，说明事业有波动，不够稳定。第1节纹路比较长，代表是35以前，这段时间可以稳定发展一段。第2节比较短，还靠近断掌纹，35至40这几年人生的波动期。最上部那节上挑到福宫，说明后期事业运稳步上升。财宫饱满说明财运旺，这类断掌是适宜求财创业的，只是中间有段时间事业财运会非常差。当然，如何你还不清楚怎么看手相，可以看看以下这几个案例。男人手上经线一马平川，注定是亿万富豪命，一飞冲天富贵命。第1种，面骨宽厚，双饱满宽阔，体质佳，根基稳。嘴唇好在厚而上翘，是个阳光开朗之人，很多唇后下垂带复传的香就不好了。女主还有大大的耳垂，福运不错。脸方之人，执行力强，做事雷厉风行，加上腮骨凸，做事有毅力，能吃苦。但耳廓凸、腮骨凸的人有些叛逆劲儿，做事有筋骨致人的胆大，易怒锋芒犯小人。眉峰起角，眼稍掉，做事目的性强，行事大胆直率，有利也有弊，适合走在台前，利于事业职场。山根满，鼻头肉，
中年财运旺，夫运也强。姻缘方面是敢爱敢恨的性格，急性子，遇见自己喜欢的对象会主动出击，眼带媚态，桃花也不弱，姻缘不会晚。鼻直心正，一旦婚后顾家专情。下颌宽阔有力，加上耳长下八兜，晚年运程长，可享高寿。第二种偏水结合手，也是女人常见的手型，有木人的多思，也有水人的温柔。十指巽宫财位尤其平薄，财运一般，不过感情线深长有弧度。三大主线中，感情线最出彩，有望靠婚姻来催旺财运。生命线和脑线粘贴长，偏内敛谨慎的人，做事放不开手脚，不过做事计划性强，不喜欢突如其来的变化，应变能力少弱，比较适合做幕后工作，婚后也适合操持家庭和孩子。因为生命线本身偏弱，体质一般，不适合在外闯荡。脑线也不强，独立能力稍弱。金星丘代表体质和根基，此处见智，就像面相中额见智一样，说祖业难靠。从生命线初期锁链也看出，出身家庭环境一般。下垂的脑线也说明是个偏悲观多思的人，注意增强体质，提升自信，运势才会好在。第三种，有点日系风的美女，卡哇伊的气质，面骨圆润，五官饱满，福运深厚。额高圆，早年父母关爱有加，耳高上提，聪明有灵气，早运不错。眉稍浅，和兄弟姊妹缘分浅，媒薄之人，情缘也薄，正缘难寻，加上面容姣好，卧蚕丰满，异性桃花旺，偏缘干扰多。眉浅之人也有些薄情，俏皮玩心也重，青年时期感情经历丰富。不过鼻高隆，鼻头肉，婚后财运旺，夫运强，加上颧骨饱满有肉，鼻全的配，中年运势行得稳。唇稍歪，易犯口舌是非，特别是易遭同性朋友妒忌，在感情中犯小人。矫情文也提示，即使婚后，也不乏烂桃花干扰。一生桃花旺，婚姻想要稳定比较难。人中歪斜，子嗣不丰，加上奴仆宫凹陷，晚年易孤苦。第四种，长后直满，典型的土长，土人勤劳踏实，稳重顾家。三宫饱满，福运深厚。纹路看是典型的川长，川长是脑线和生命线初期分离，古代讲生命线是地纹，代表根基和原生家庭，脑线是人纹，代表自身，人纹脱离地纹，说明自身独立能力强，很早就脱离原生家庭独立。川长是优缺点明显的手相，优点是独立有主见，敢闯敢干，利于事业，缺点是小时候有些叛逆任性，行事容易仓促不加思考，成年后也是易漏锋芒少城府，易犯小人。生命线初期见横纹干扰，学业受限，事业线没有断开就好了。本来是一马平川的格局，对于男人来讲是非常吉祥的符合，事业格局不小，断开会有些影响。纹路偏深直，个性稍硬，加上川长大开大合的性格，易路锋芒犯小人，事业线断开和此有关。太阳线分叉也说明这点。第五种，额高稍窄，人是聪明人，但个性偏敏感，额窄之人也稍自信和活力，偏内向和多思之人。眉浓稍散，眉压目，易纠结眼前的得失，自尊心很强。印堂紧锁，思维格局打不开，表面不在乎，内心很在意得失。眼露惊恐之色，贵人难围绕在身边，田宅宫被眉侵，根基不稳，靠山不牢。不过眉浓之人重情正义感很强，做事有勇气和魄力，利于职场。加上权高，进取心强，容易在团队中脱颖而出。但不利姻缘，在婚姻中偏强势，家鼻偏弱，
鼻权不得配，婚后夫运不强，靠自己操劳忙碌。鼻见孔，少城府和耐心，做事执行力强，但是少防备的心机，易路锋芒犯小人。不过人中身长，子嗣丰，纯阔代父传口，爱抱怨，家庭欠和谐。下巴兜而肉，晚年能享子孙福。第6种，长长指长，木水结合长形，有木人多思，也有水人的温和。十指巽宫财位饱满干净，正财旺，本职工作稳定少起伏，这点从事业线身长也可看出。只是金星丘稍窄见褶皱，体质一般，根基不牢。从生命线初期锁链也看出，出身家庭环境一般，祖业难靠。生命线在22至35岁左右，见3条横纹。这个阶段经历人生3个关口，第1关是学业关，中间那条是感情关，结合感情线导纹后，有条下垂线和脑线接触，将感情不顺的能量传递到脑线，心理受创伤之后，脑线急剧下垂，也看出犯情伤导致。第3关是事业关，事业线中期裂缝，加上太阳线见邪纹干扰，犯小人导致事业受阻。过了这3关，生命线不久后见上升线，40岁开始，人生进入收获的阶段，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。如果一个人命中带财的话，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。比如说从面相上，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。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，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。再比如，他们还可能拥有富贵手相，哪怕颓废懒散，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。那么女人大富大贵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指甲圆又红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，整个人气血充足，精力非常的旺盛，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儿。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，做事认真负责，而且善于打理钱财，善于经营，又不会胡乱花钱，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，一生财运亨通。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，全家都能够受益，大吉大利。2. 手掌厚实有肉且柔软。手掌很薄或者是手掌无肉，都是骨头，这样的手相一般是没钱、无福、无财的手相。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，只怕是个劳碌命的人呐。如果一个女人手相厚实有肉，十分的柔软，这样手相特征的人，便是一个十分富贵、有钱、命运很好的女人。她们收入很高，财运很好，从来不缺钱花，家境很好，通常来说是出生于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。另外，这样手相的女人在事业上的能力很强，也会成为一个事业有成、婚姻幸福的女人哦。3. 左右双断掌。一般来说，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，因为大多数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。如果女人的双手皆是断掌纹的话，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，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儿。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这类女人性格坚毅，做事坚持，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的强，不但不会克夫，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，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和财运，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，能够招财进宝，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，富得流油。4. 食指短。天生食指比较短的人，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，尤其是对待工作，简直是一丝不苟。他们为人很实在，没有心机，深受大家信任。如果手指关节是凸出来的，那么则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很独特，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想法，让人感到很新奇，而且能够把它们变成现实。手上有这种特征想法的人，在事业上会有很大的成就，能够富贵一生。5. 手中的线形成元宝形状。手中有很多线，一般有3线主线和其他的1线辅线。这些线如果构成古代的金元宝形状，即向上面宽下面窄的梯形，元宝形状越大，财富就会越多。有的人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的形状，这样的女人也会很富有，
总之，这些元宝状的线代表着生活富贵。6. 手上有财库纹。说到手中的财库纹，自然是会与财运有很大的关系。手中的线相互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人，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，这种形状为财库，代表着财富。不管男女，他们在财运上的运气会比较幸运，容易大富大贵。除此之外，女人手上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，叫做理财纹。女人手上有理财纹，具有理财观念和能力，通常是会大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是出纳，很会理财，无论是给别人还是给自己。7. 天纹清晰细绣。天纹是手掌中最上方的纹路，也就是西洋相学中的感情线。如果一个女人手相中的天纹到达食指下方，而且纹路清晰细绣，说明命主面对感情十分的真挚，个人的修养以及情操都很高尚。倘若能与门当户对的人结为夫妻，在今后的日子里相互扶持，能把家庭和事业打理得很好。8. 掌心凹陷。我们的手掌心是手相中比较重要的，因为上面有很多的纹路。想要知道自己的手相有没有富贵的信息，可以将自己的手掌伸直。如果手掌的掌心部位出现了一个凹陷的坑，有明显的凹陷，这样的手相特征是典型的富贵手相，在生活中也十分的罕见。根据相术学的说法，手掌心有凹槽的手相称为聚宝盆。一般来说，这样手相的女人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，在生活中的财富会有很多，似乎所有的钱财、金钱、财富都会自动的往她们身上靠拢，她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金钱与回报，所以这样手相的女人非富即贵哦。9. 手指比较细长。手指的长短也是有说法的，短有短的说法，长有长的说法，而细长的手指在手相中是最好的。手指细长在好的富贵女人手相中分为2种，反正就是看起来协调一些就对了。哪怕是手指粗一些，但是自己整体看起来是和谐的，也是显得细长的，也算是作数的。其实每个人和自己相处久了，自己最了解自己，因此自己看也会更加准确。10. 食指和中指之间有一些缝隙。我们的手指是手相算命中的一部分，是能看出运势的。如果一个女人的手相中食指与中指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缝隙，这种手相特征的女人也是一个富贵命的女人呢。虽然她们有些放纵不羁，有些喜好自由，有些反感被约束的生活，但她们的大脑非常的灵活，心思细腻，思维缜密，是一个做事勤快、有头脑且非常努力的人。所以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必定可以成为一个富贵之人呢。11. 食指上有3约纹。一般情况下，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。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，就叫做3约纹。有这种纹路的人，往往财运很好，一辈子不缺钱花，而且往往都是得益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。例如，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，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等。12. 手上有2条玉柱纹。手上有2条玉柱纹，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，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，说明这类女性年轻的时候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，但是到了晚年绝对特别的有钱。她们可以享子女的福气，而且有机会得到天降之财。面对忽然到来的钱财，要保持淡定的心态，不可欣喜若狂，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运势。13. 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。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的手相，人们碰到的并不会太多，而且我们从掌纹上来看，事业线和生命线应该是比较重要的2条大线。如果这2条大线呈现一个相交的状态，那么这样的人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，事业上做得顺风顺水，而且还能得到财神的照顾，从而坐拥无数财富，让自己走上人生富贵的巅峰。14. 无名指根部丰满。无名指根部丰满的人是那种头脑非常灵活的人，而且也是比较敢打敢拼的。他们这种人非常的适合去做生意，他们的生意头脑是非常灵活的，所以说也能够赚取一大笔的财富，再加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是比较强，所以说能够达到第一个去赚钱的人能够大赚一笔。15. 水星丘饱满命富贵。
水星丘的位置处于小拇指的下方，手掌伸直之后有略微的隆起，此处便是水星丘。一般水星丘比较饱满的女人有财气、有福气，且从性格角度来说，她们不但很精明，而且能说会道，一看就是属于那种很精明能干的女人。所以这样的女人做事情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，不是能够嫁入豪门，就是自己赚大钱，做老板，成为女强人。这些手相的女人都是属于有着非常好运气的人，她们都是属于那种有着亿万富翁的手相，通常都是能够赚到非常多的钱财。这种人的财运都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整个人的眼光也是比较好的，所以说能够进行投资理财，让自己的钱财越滚越多。一、木型手相，土星丘发达、饱满、隆起，天生有横财命，容易中彩票。一般手型又长又瘦，比如说的纤纤玉手，都是木型的手相。一般来说，木型的手上面比较容易见到青筋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位于你手相中的中指根部的那个位置，即相学上说的土星丘饱满、发达，明显比其他部位有肉时，说明你符合这个条件。那么，你平时可以多买彩票，比一般人中彩票的机会要大，天生有横财命。二、水型手相，火星丘多肉、饱满、凸起，也是容易的横财的命。什么样的手属于水型呢？简单来说，手指偏短，整个手型偏圆，手背圆带后，手掌多肉，都是水型手的特点。这种手相，只要火星丘发达，一般财运都比一般人要好、要大，偏财多、横财多。而火星丘有2个位置，一个位于生命线起始位置与拇指根部夹着的那个地方，即我们常说的大概虎口那里，便是其中一个火星丘。另外一个火星丘位于水星丘和月丘之间，可看图中。因此，水型的手相比一般人更容易得横财，更容易中彩票，因为同时有2个火星丘。3、火型手相，金星丘异常多肉、肥厚、凸起，甚至突出一块肉，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。这个位置如果厚，对于火型手相的朋友来说，更容易得横财，有横财命，并且往往还会住上大房子、别墅或多实业或物业。一般手掌偏瘦，手指尖长，看起来干枯，指节突出，或是指尖不规则等，都是火型手相的标志。只要金星丘发达，都是有横财命的象征。而金星丘位于大拇指根部处。4、金型手相，木星丘长得结实、多肉、隆起，占据了整个食指根部，那么就是有横财的手相。其实金型的手相比较容易判断，一般手型偏方，肉偏结实，不论是背还是手心，按下去都是硬硬的，一般就是金型的手相。而且金型的手相，手指顶端都比较平。而木星丘的位置便是食指根部那个地方。5、土型手相，水星丘发达、饱满、凸起，也是有横财的命。相对于上面这4种手相，土型的手相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。其实土型手相就是木型与金型的手重叠在一起，因此那种手型偏长但又带方，另外整个手掌偏厚重结实的，就是土型的手。一般手长的又大又长又厚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土型的手相。而水星丘位于小指根部处。6、掌丘饱满红润，在手相学中，往往大家伸开手掌会看见手掌接近手指的区域会突出几个肉包，这个肉包便称为掌丘。掌丘就像几个在手掌上的小山丘一样，因此得名。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掌丘位置十分饱满，并且颜色略带红润，那这便是容易中大奖的长相了。因为在手掌上每个掌丘各有自己不同的含义，而如果每个掌丘均饱满红润，则代表此人的整体运势很强，
因此中彩票的运气也强于他人，会因为感性因素购买彩票而赢得中奖的好机会。因此，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们要在购买彩票的时候随心所欲一些，反之会增强自己的中奖财运。7. 多条财运线。在手相学中，有一条手纹象征着一个人的财运强弱情况，这条手纹叫做财运线，其位置位于无名指下方出现的数条手纹。如果一个人在无名指下方出现了多条这种竖形手纹，则象征此人的财运情况处于要依靠多方面并驾齐驱发展的状态。因此，依靠大奖从而提升财运的情况也包含在其中。对于有多条财运线的朋友，在购买彩票时往往要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购买，才会取得大奖。因此，既要分析彩票的一些情况，同时在购买时还要加上自己的感性色彩，便会中奖的机会高出很多，也是容易因为中奖而财运丰厚的朋友。8. 手掌上出现不动产线。不动产线是指连接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。拥有这样手相的人，获得不动产的概率很高，而且手掌底下越出现不动产线，获得不动产的机会就越快。来源可以由父母赠送，也可以是自己赚钱得来。手掌有2条以上的不动产线时，表示那个人的不动产运很好，通过做不动产可以赚大钱。9. 手掌上出现直观线。如果手掌上出现了直观的线条，说明那个人天生就比普通人敏锐，有强烈的预感，通常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闪现，赚大钱。例如每次买彩票、赌博都必中大奖，从而获得一大笔钱。但是这样的人一旦赚了大钱，就依赖于此，不能及时收手，也很可能失去钱。11. 断掌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断掌是不太容易见到的，可以说1万个人里面有1个断掌就已经算可以了。对于有这样手相特点的人，很容易就出现了横财，因为断掌特点的人大多数都会有比较机敏的特点，所以更加容易在一些事情上找到了能够为自己增添了财富的东西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往往会比一般人更加富有的原因。因此，如果是手掌出现了断掌的人，就不要慌张，因为肯定会有横财的运势在自己的身上。12. 倒纹。发横财的人手掌有倒纹，他们在生活当中一直十分平淡，没有什么大事或者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，可是他们的手相决定了他们这一生一定会发上一笔横财，也许是闲来无事买来的一张彩票中奖了，又或者是偶尔的一点小投资突然取得了不错的收益，这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。发财不仅仅需要努力，而且还需要好的德性和修养，这就是所谓的中财靠德。13. 手中有手颈线的人。如果是手中有手颈线的人，这样的人财运也会很好的，容易得到横财运的，甚至会有一夜暴富的好机会，真的让人羡慕的。其实手中有手颈线的人做事方面相当的认真努力的，不容易被他人影响到的，会认真的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不管是多难的事情都会认真考虑的，当好机会出现的时候也能好好把握的，真的能让自己富贵的，生活会越来越好的。14. 智慧线分叉的人。智慧线分叉的手相是不错的，也就是说智慧线末端有向上分叉的，这样的人智商很高的，善于把握机会的，在工作中能发挥自己的才能，赚钱很多的，不仅是正财运很好的，其实他们的偏财运方面也会很好的，容易得到很多横财的，这样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，会让生活越来越幸福的，真的让人羡慕的。15. 手中有直觉线的人。生活中能发现有些人是手中有直觉线的，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很敏感的，有着很强的第六感的，经常都会想到好方法的，在生意方面是会更厉害的，
通过自己的努力是能赚到很多钱财的，生活会无忧无虑的，不仅是正财运好，横财运也会很好的，经常都会得到意外之财的。但自己也要懂得收手的，不然会让你后悔的。如果你符合其中一种，先不说有没有横财，一生之中的财运一定颇为理想，财富的积聚与到来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多，并且容易有一些偏财或意外之财。当然，这个世界没有不劳而获的事，也不主张不劳而获。该努力的时候，你还是得好好努力去经历。不是总有那么一句话吗？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留着的，我比较认同。比如运气一时不济的时候，不妨多充实自己，多努力学习，因为一旦机会来了之后，你想再充实自己，再好好学习，已经很难，几乎没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。所以不要羡慕运气好的人，其实有些时候的运气不好，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做点自己想做或感兴趣的事。有一些人很会说话，见到一个人就会夸他有福气，听到这话谁能不开心呢？可到底什么是有福呢？有些人就说了，从你的手相就能看出来你以后有福没福。看手相是以前在民间比较流行的一种算命方法，算命先生会拿着人的手开始端详，从你的手纹、掌纹来看你的运势。算命先生除了看这些之外，还可以从你手上某些不明显的特征来说你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比如一位算命先生就对一个来算命的女士说，她手上有富贵窝，一辈子吃喝不愁，不仅有财气，而且还有福气。可这富贵窝到底在人手上哪个位置呢？手上有富贵窝的人命运如何呢？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吧。一、什么是富贵窝？大家将手摊平，可以看见每个手指的正下方都有一个凹陷，这个凹陷就是富贵窝。当然有的人多，有的人少，很少有人除了大拇指外其他四指下都有凹陷的。如果你的其他四指下面都有凹陷，那说明你就是有福之人。这种人现在在事业上可能有些冒进，而且做事可能也不太爱动脑子，但是在关键时刻，这种人却是意志最坚定的那个人，并且还具有突破旧事物、旧思想的魄力。他们在事业上散发出来的气场是非常强大的，所以一般他们都当领袖，而且获得的财富也很大。二、手上有富贵窝的人命运如何？一、有富贵窝的人事业非常顺利。相学上认为有富贵窝的人命都非常的好，在事业上会很容易取得不凡的成就。这种人也很会把握机遇，工作上进步非常快，薪水自然就会变得丰厚。二、有富贵窝的人会财运广进。手上有富贵窝的人是非常有福运的人，他们天生就比别人过得要裕。这种人自身财运非常好，能汇聚八方之财，同样也能惠及身边的人。三、有富贵窝的人贵人运强。有富贵窝的人人缘非常好，身边总有各种各样的朋友环绕，这些朋友中就有很多可能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。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这些贵人就是他们最得力的助益。四、有富贵窝的人桃花运非常旺。手上有富贵窝的人性格都非常的温和，脾气非常的好，是能够获得异性好感的那类人。因为这样的人福运好，所以姻缘运势也非常好，基本上不会有烂桃花出现。有这样手相的女生是非常好的贤内助，能将家中的大小事务打理得井然有序。五、有富贵窝的人身体非常康健。有富贵窝的人心态都特别的好，生活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他们大都能以平常心来看待。正因为他们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心态，心情比较放松，所以身体也很健康，一生不会有什么大的疾病缠身。六、有富贵窝的人感情专一。手上有富贵窝的人在感情上非常专一，有精神洁癖，是不会出轨的那一类人，所以和他们在一起的人都有很大的安全感，而且他们对于伴侣也能给予足够的空间，胸怀宽大，因此这种人可以说是灵魂级别的伴侣，是很难得的。三、不同位置有富贵窝的人命运如何？一、食指富贵窝，事业顺利。食指上的富贵窝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事业顺利。手背食指下有小窝的人，在事业上很容易就能取得不凡的成就。
但是这种成就并不是光靠努力就能得到的，有些人往往努力了一辈子，但还是收获很少，与自己的付出不成正比，事倍功半。这种人的成功不仅仅靠自己的努力，更多靠的是幸运。如果这种人真心为你把握，就是这种幸运和机遇，他们在事业上定然会蒸蒸日上，而随着地位的提升，薪水也会随之变得丰厚。2. 中指富贵窝，财运滚滚。在手背中指下方有一个小窝，主其财运滚滚。这种人无论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是极好的，他们好像一个磁铁，把四面八方的财富汇聚到自己身上。同时，这种人也会把好运气带给身边的人，在生活越来越富裕的时候，身边的人也会过上好的生活。这种人最适合进行投资炒股或者买彩票等活动，投资获利或者彩票中奖对他们来说不算是什么难事儿，大财小财不断。如果一直有积蓄的话，迟早会富甲一方，就算整日挥霍无度，也不会缺钱花。3. 无名指富贵窝，贵人多助。无名指下出现小窝，主其多贵人相助。这种人人缘很好，在交际场上如鱼得水，并且生活中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朋友。他们能将这种人脉关系运用到自己的事业上，给自己的事业运势有所加强，并且这种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能够得到身边朋友或者家人的助力，还能将困境转化为机遇，一跃而上，生活也是衣食无忧，富贵多金。4. 小指富贵窝，身体健康。小指下出现的小窝主其身体健康，有这种手相的人一生都不会出现什么大的疾病。俗话说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这种人身体不会出现毛病，并且每天都是干劲十足，精力充沛的样子。不仅自己积极向上，还能给别人带来活力。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保持良好的心态，在工作中也是受同事的喜爱，受领导的赏识，一辈子过得也是无忧无虑，没有什么烦恼。5. 手指下有4个富贵窝，桃花运不断。手背肉厚而有4个小富贵窝的人命运好，他们无论是外貌长相还是性格脾气都是极好的，很容易引起异性的注意，这也就证明了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携手走完下半生的另一半。同时他们也懂得怎么持家，能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4. 手上的其他富贵纹路。1. 智慧线伸长。在中国手相学中，智慧线又叫做人纹，是手掌当中的3大主线之一，位于手掌的最中间。智慧线代表一个人的才智和智慧，一般智慧线伸长的人都很有智慧，擅长动脑思考和分析问题，思绪特别的清晰，头脑灵活，尤其是在数理等科目的表现会比别人要好很多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有毅力，很执着，凡事都会全力以赴，在工作或者事业方面更是如此，有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。这类人的财运也很好，一生能遇到不少的赚钱机会，也很会赚钱，但凡是他们看中的项目，通常都能获利，所以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数是富贵之人。2. 太阳丘下面有细格纹。太阳丘也就是无名指下方位置，此处有许多细格纹的人，为人踏实稳重，具有理财天赋，能够把有限的金钱变得更多，再加上他们的口才极好，很容易得到他人的信任，所以有很多人都愿意把自己的积蓄交给他们来打理，并且从中获利。这种手相的人财运很好，而且对金钱有较强的欲望，从来都不会轻易放过赚钱的机会，而且会不遗余力的去拼搏，所以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能赚取很多的钱财。3. 钱财纹竖条。钱财纹在手相学上又被称作为理财纹，是位于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细细的斜线。如果这种纹路有很多条的话，也就代表其人的财运旺盛，赚钱机会多，而且特别会理财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有经济头脑，会做生意，在别人眼里不起眼的东西，他却能将它变为现钱。这种手相的人不仅会做生意，贵人运也很旺，即使遇到困难，也有人愿意帮助他们，所以他们的事业能发展得很好，一生富贵。4. 事业线又深又直。事业线也是人手掌中的主要纹线，无论它的起点在哪儿，都是会向着中指的根部延伸。事业线又被称作为命运线，代表一个人在事业方面的发展运程，以及人生命运的状态。事业线越深越直，旁边没有任何的杂纹，代表一个人的事业受挫几率越小。
如果事业线非常的直，而且清晰可见，那就表示此人的事业运很好，不容易受到干扰，能够成就一番事业。而且这种手相的人财运很好，很会赚钱，哪怕是别人看不上的项目，他们也有能力从中获利，不会受没钱之苦。5. 财运线明显。财运线是出现在小手指根部的竖线，虽然很短，却是一条可以显示金钱运的重要文线。如果手中的财运线特别的伸直而又明显有力，则代表其人财运很好，收入稳定，有一定的存款和固定资产，他们一生不会有大灾大难，生活相当不错。有这种手相的人不仅财运好，而且人际关系也不错，他们会很好的利用身边的人脉，使自己在事业上发展更加顺遂。不过以上只是从命理学的角度上来说的，因此并不一定100%正确，大家只是图一乐而已。各位小伙伴们也可以看看手背上有没有这种窝哟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